我敢说，这绝逼是震惊你一整年的炼油。2014年曾在 Steam 发布，玩家总游戏时长就高达5654719个小时，也就是235613天，其中将近10560名玩家累计游戏时长超过100个小时，这用户忠诚度简直完爆现在市面上90%的炼油。嗨，我是 Livy， 欢迎来到 Meta 大玩家。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项目叫做 Legends of Aria。从开发至今已经有8年之久，在2014年曾以名为 Shards Online 的 Web2 游戏正式启动过，但是在2015到16年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 Pre-Alpha、Alpha 和 Beta 的各种状态，直到2017年正式改名为 Legends of Aria， 然后不断迭代到现在的版本。目前这款游戏正处于开发炼改过程中，将在8月17日开始公开发售 Aria 代币，27日正式在 Radeon 上 IDO。如果你是个币圈老司机，应该知道这里面会有多大的投资回报率。那么今天 Livy 将从 Legends of Aria 游戏的玩转机制、代币经济学以及项目优缺点3个角度，深度剖析 Legends of Aria 为何会这么火爆。Legends of Aria 简称 LoA 是一款 MMORPG 游戏，跟其他 RPG 炼油需要选择特定的职业，开展系统设定的关卡和任务不同。在 LoA 中拥有34种可训练的技能，你可以在游戏过程中随意切换成战士、小偷、工匠、法师、寻宝者或者任何你想发展的职业，并且你可以在系统规则内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法无天的感觉。啥意思呢？比如你生活中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那么可以完成系统特定比赛以及游戏内的活动来赚取 Aria 代币，也可以通过击杀地牢中的 BOSS， 收集游戏中的稀有 NFT 战利品，比如盔甲、武器等，在2级市场上交易来获利。当然，跟其他炼油一样，你也可以驯服宠物并提升宠物等级，辅助我们在战斗中获取收益，或者挂在游戏中的市场来售卖。也可以在游戏中购买土地，搭建自己的房屋，用来存放自己在 LoA 或者其他平台获得的稀有 NFT 和保障自己的安全。那为什么说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呢？因为 LoA 是一个现实且残酷的世界，除了在城镇和住宅外的区域是没有 PVP 保护机制的。于是有些想成为海贼王路飞一样的男人，专门在城镇外埋伏你这样的老实人，通过击杀后掠夺你身上的 NFT 和代币，那这种行为就相当变态了。简单来讲，就是你没事别单独走夜路，不然辛辛苦苦赚的 NFT 很容易就被打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老实人就没有生存的自由了。你可以花费 Aria 代币给自己的 NFT 物品或者宠物上一个保险，这样就能保证你被击杀的时候 NFT 财产不会被这群司马老贼所掠夺，并且当你复活后，还可以拉上隔壁老王和小卡拉米，提着你80米的大砍刀回去复仇。当你击杀老贼后，不但可以获得他上保险1半的代币费用，还可以把他送到监狱系统中。这个时候就像现实生活一样系统会在城镇中随机找3名自愿担任陪审团的玩家，以及1名官方人员担任法官，共同清算司马老贼的犯罪记录。你可以请他在监狱里吃1个小时到7天的牢饭，以及设定他该赔付的犯罪金额。当然，从人权的角度出发，老贼也可以对自己的罪行展开辩护，但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一旦被定罪，老贼会被送到监狱中服刑，他们需要在监狱里通过挖矿等任务偿还欠下的社会债务，表现良好还可以申请减刑。这时候有些脑洞大开的老铁就问，既然我都进监狱了，那我可不可以越狱呢？我去，你也真是敢想啊！在这里我明确的告诉你，可以在监狱内部，你可以联合其他罪犯一起袭击守卫，偷走牢房的钥匙，或者找一些擅长隐身或者开锁的罪犯玩家一起越狱。当然，如果你像山鸡哥那样有一群古惑仔的兄弟，也可以号召他们一起袭击监狱，直接把你给强行捞出来。反正你能想到的法子，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但有一点我要提醒各位想当司马老贼的兄弟们，如果越狱被抓回来，那刑期可是会无限期的加重哦。今天18岁的你，下次再玩可能就68岁了。尽管 LoA 目前正处于开发炼改过程中但从它8年的游戏开发经验、游戏玩法以及画面设计，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款相对成熟且完整的 MMORPG 游戏。那了解完游戏本身之后， Livy 再跟各位聊聊 LoA 的代币经济学。LoA 将采用单代币模式，
其中 ARIA 代币将作为游戏的治理和主要效用的代币运行，并且项目方为了避免代币的通货膨胀，严格设计了 ARIA 代币的通缩与燃烧机制。在 LOA 中，除了赢得特定的比赛或活动，你无法获得额外的 ARIA 代币，但在游戏中 ARIA 代币又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你是想要给自己的 NFT 上保险、驯化与繁殖宠物、游戏内购买 NFT、装备 NFT 的铸造、参与社区领袖的竞选，甚至你刑满释放之后想要清除往期的犯罪记录，也需要花费 ARIA 代币。所以我认为，如果项目方真能做到以上几点，而且不摆烂的情况下， ARIA 的代币相比于其他链游的代币会更有价值。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啊？一方面是因为玩家在游戏中获取 ARIA 代币的方式非常有限，公开发售及游戏打金的代币仅占总供应量的 15.7%。另一方面，项目方团队仅预留了 11%， 金库预留 21.1%， 生态基金预留 21.1%， 其中特别提到了这部分代币会用作做市商和营销。那总的来讲就是抛压会很小，因为预留了大量的筹码可以用来稳币价。另外，针对 NFT 方面，项目方也设计了一套燃烧机制，来稳定 NFT 在市场上的价格。比如你想要强化自己的武器或者盔甲 NFT， 那么就需要2件相同的 NFT 装备燃烧铸造成更高级别的 NFT。 所以如果你想在 LOA 中赚钱，目前主要有以下3种方式：一、当普通人，通过比赛以及活动赚取 ARIA 代币，或者通过铸造 NFT 装备、驯化以及繁衍宠物 NFT 获利。2. 当地主，在普通人积累一定财富或者直接氪金获取大量 ARIA 代币后，可以在游戏中质押，目前的年利率如图所示。3. 当土匪，或者组建自己的黑帮，专门向城镇外的普通玩家收取保护费，不给的话硬抢就是了。整体来讲 Livy 认为 LOA 的优劣势占比5-5开。首先从优势来讲，项目本身有基础用户流量，2014年至今累积了8年的基础用户流量以及口碑，相比于其他新链游在起步方面会稍快一点。近期的代币发售与 IDO 呢，在 Twitter 上邀请了数十位 KOL 为其站台，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 GameFi 玩家对于游戏的关注度。而且代币经济学设计的也较为合理，具备充分的通缩机制。在可玩性方面，相信之前的介绍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在链游中还蛮出色的。但是缺点是项目方的团队背景一般，除了其 CTO 和创意总监参与过《黑暗陨落》和《阿里亚传奇》等游戏的开发，其他团队成员目前没有太多耀眼的成绩。并且 LinkedIn 中可以看到团队只写了4人，但团队规模却写了11到50人。官方并不想透露太多团队方面的信息，因为可能也没什么大牛加入。另外，项目的投资机构和融资金额一直都没有过多的披露，但作为一款大型的 RPG 链游而言，资金的支持就是发展的命脉，所以这也是我对 LOA 比较担心的地方。最后，综上所述 Livy 对 LOA 的综合评分为3.5分。好，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既然你都看到这里，不妨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了解更多 GameFi 评测就看 Meta 大玩家。我们下期见喽，拜拜。